我最近看到好多私信和评论，说很多朋友在视频号受骗了。今天再跟大家聊一下这个事情吧。首先呢，就是先给大家道个歉。这個事情呢，我們或者我個人來講，肯定是有很多這個疏於防範的地方，才讓這些騙子有機可乘。所以在這兒呢，讓很多人這個遭受了一些損失，先給大家道歉啊。然後第二點呢，就是這個微信視頻號啊，然後早些時候還有這個百度視頻，一直是盜號的重災區。其他那些能聯繫到官方運營的平台，基本上都聯繫處理了，並且有的都已經做了這個實名認證的賬號，在做同步分發。然後尤其是視頻號這兒，就是其實很長一段時間，隔一個週期內，我會通過工作關係和個人關係，在試圖聯繫官方的運營，但是始終聯繫不到，確實聯繫不上。大家也提防一下這兩個重災區。然後如果有在這兩個平台工作的朋友，可以私信聯繫我一下，咱們看看怎麼能更高效的把這個事情處理掉，或者說能更好的做好提防。然後第三個事情呢，就是再聲明一下，我們視頻裡做的所有這些吃的吧，一定不會賣的。這個就是平時做着玩，大家分一分就吃沒了啊，就做個熱鬧啊，肯定是不會賣的。然後第四個事兒呢，就是我個人能力確實有限，我現在能想到的辦法呢，就是改個名兒，寫上括號不賣啊。大家如果有什麼好辦法呢，也聯繫聯繫我，看看能不能處理一下。最後一個事情就是還是說就是個人能力非常有限，然後每次出現這種情況呢，我也只能第一時間提醒大家，並且給大家道歉。其實我確實反正這大家先暫時先別網暴我了，行不？啊，再給大家道歉啊。大家好，我是晴天。今天這頓飯呢，我想過會觸動到我，但是沒想過會觸動我這麼深。今天呢，我們全家一起跨越近千里，為一群銀髮朋友們做頓特別的飯。由於老媽身體的原因呢，提前給包好了餃子，還為她未曾謀面的朋友們燉了滋養品。我們呢，也帶着各種新鮮的食材，有魚、有蝦、有菜，也有肉。還有老媽特意囑咐的米麵油也要多帶一些，留着日後用。就這樣，我們帶着老媽的期許出發了。是在最快樂的時候願意和。其實啊，這是一群鄉村的困境老人，有一些呀身體行動不便，但更多的是孤獨的空巢老人。很多呀因為兒女外出工作的原因，沒辦法一直陪在身邊。所以這次啊，我們和狗送噗噗唧唧一起做他們一天的兒女，給他們做頓充滿家的味道的愛心午餐。咱這手藝還行，我東北人是不？但是我覺得我沒有。哦，有是有。太斯納克了，太斯納克了。說也會笑，風聲在呢喃，不如好好欣賞一秒迷迷糊糊的浪漫。只要一覺醒來，床的灑滿陽光的溫暖，不去想，給我看餓了，太香了。急急忙忙說一個都拽盤子，我都不讓走了。咱快瞎编这种，我给你找找。你們高興，咱就高興。甜的是甜的，有的時候你們兒女不在身邊，所以說咱就覺得盡一份社會責任。牙還行啊，牙還行。哎呀，那挺好，多吃點挺好，能吃這我給你掰開。我頭兩年就這麼餵我奶吃飯的。很有感觸的一句話，這個世界上幾乎所有的愛都以聚合為終點，只有一種愛以分離為目的，那就是父母對孩子的愛。你身體健健康康，身體健康。最後祝全天下的爸爸媽媽們身體健康，多福多壽。我最近有點手癢癢了，正好這兩天狗三二在家收拾冰箱的時候翻出來100斤牛肉，完有哥們給拿點榛蘑，我打算做點牛肉榛蘑辣醬來把這些東西都消耗了。但是這麼長時間沒幹，對行情確實不了解了。今年辣椒也不知道怎麼的了，又貴又買不着。正常來說辣椒最少也得是1比1，但我們買了2個市場，一共才買了60斤。後來就為了湊100來斤辣椒，我們都開始上附近的飯店去賒去了。我真是我天，我心說我什麼時候打過這麼不富裕的仗啊。
做这醬切肉捅辣椒倒是不累，不过處理這榛蘑倒是上了點強度。這20斤乾榛蘑泡完了整整放滿了1浴缸啊！這些玩意兒我們得挨個剪根兒，然後再反覆的洗，最後都得剁碎了。幹完之後，我都覺得收拾蘑菇可能會比吃蘑菇更早見太奶。這3大件處理好了之後，我們就開始備輔料了。但是這些東西比我預想的多太多了，迫於無奈，我們只能去找當年那口1.4米的大鐵鍋了。但是這鍋拿出來那一刻，我感覺天塌了。這鍋自從我們去年炒完火飲料到現在就再也沒用過，那上面生的鏽比磚都厚，刷它都快趕上考古了。那後來都用上角磨機了。就這場面，我到时候都想發條視頻了。正好快冬天了，文案我都想好了，我就寫你快看呢，张万森，媽下帖了。用這大鍋炒醬可實在有點費力呀，因為炒醬的邏輯是沾一點糊一片毀一鍋，然後這裡的固形物又特別多。後來我們幾個輪番在那炒了4個小時，到後期快出的時候，我跟潘子一人一把鐵鍬都在鍋裡晃上太極了。不過這醬炒完了還是挺欣慰的，它是肉多油少，吃起來剛剛香。而且加的那些榛蘑到最後也特別提鮮味。就這個醬啊，要是平常在家拌個麵條或者夾個熱饅頭，你就來吧，都容易給那後腦勺香翻翻了。我最近收着一份超大的快遞，是我一個賣海鮮的朋友在聽說我愛吃蝦乾之後給我寄了200斤活蝦。我收着快遞的時候都懵了，我尋思從來也沒見過誰給人送吃的直接送原材料的呀。那我心說這不只是活蝦呀，這不他媽純是我活爹嗎？但是蝦都到了，也來不及罵街了，就只能硬着頭皮幹了。這些蝦我們處理的老仔細了，每隻都摳了脓包和蝦線，而且為了能保證成品盡量完整，我們是從蝦脖子那摳了個小縫，擠的那個脓包，完了再把那蝦線連根拔出來。要是拽折了，還得用牙籤把剩的蝦線再挑出來。這200斤蝦大概得有2700-800隻，那處理完之後給我們手都要炸爛了。不過煮蝦的時候實在是太滿足了，我從來沒聞過這麼鮮的味兒，相當於是一鍋湯裡煮了3000隻蝦，那屋裡那味兒濃的呀，我感覺誰要是狠身喘一口大氣兒，當場就得痛風。這些煮好的蝦放到烤箱裡慢慢烤酥就行了。完了看爐的時候沒啥事兒，玩手機正好刷着一個官方的今天活動，稀里糊塗點了2下就中了一個2024，沒想到連轉發拉人的套路都沒有，2000多直接就提到微信了，估計是新出的活動，中獎概率高。鏈接我放在評論區置頂了，能點開就是能參加，反正也不花錢，你們要沒啥事兒也可以去試試運氣。當然烤蝦這事兒確實比我想象的要麻煩一點，烘乾箱出一鍋得15-16個小時，烤箱最快也得3-4個小時，完了還得翻好幾次面。我一共準備了3個烘乾箱、6個烤箱，還有2微波爐，根本就打不開點。我寻思這玩意兒塞裡就好呢，沒想到還是個挺熬人的活。後來到半夜的時候實在挺不住了，還有20斤沒裝進去，我們就尋思都把它們吃了，那結果呀，好像沒給自己撐吐了。這些蝦整整烤了1天1宿，到最後200斤蝦就烤出了40斤蝦乾，這個縮水率我覺得還是挺誇張的。但是烤完了真的跟那些賣300多1斤的蝦乾是一樣的，就外皮都烤酥了，一咬就成渣。蝦肉是那種像比較乾的魷魚絲似的口感，就越嚼越有滋味，完了還能吃出來蝦的鮮甜。除了原味呢，我們還做了點椒鹽和香辣的，我感覺哪味都挺好吃。也正是因為這蝦乾給我吃嗨了，我現在覺得其實有一個亂寄原材料的朋友也沒什麼不好的。雖然我每次去他家買海鮮，他多少都得差我點秤。